不要打击孩子。家长在教育过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倾听孩子把话说完。有些家长还没等孩子说完就不耐烦了，要么打断说行了别说了，要么敷衍说这个问题不用问了。这种做法会严重挫伤孩子的好奇心和积极性。如果一个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，长大以后很可能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。从小就要培养孩子对事物的好奇心，而家长必须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。你打断了孩子多少次，你自己数过吗？孩子兴冲冲跑过来想跟你说一件事，你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说等一下。孩子刚开口说了2句话，你就说知道了知道了，别啰嗦了。孩子问你一个为什么，你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，作业写完了没有？这些话你说完就忘了，但孩子每一句都记在心里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经常打断孩子说话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孩子的问题太多太烦？你是不是也发现孩子越来越不爱跟你说话了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你和孩子的故事在评论区分享。佛经有云，倾听是布施，是慈悲，是智慧。耐心听一个人把话说完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。孩子的心是一扇门，你愿意听，门就开着；你不耐烦，门就关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天，你想进都进不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孩子从3岁到6岁，每天会问几百个为什么。为什么天是蓝的？为什么鸟会飞？为什么太阳晚上就不见了？这些问题在大人眼里幼稚无聊，但在孩子眼里，这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。他每问一个为什么，他的大脑就在长出一根新的神经连接。他的好奇心每被满足一次，他对这个世界就多一份热爱。然后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。孩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，你说本来就是蓝的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孩子问为什么鸟会飞，你说因为鸟有翅膀人没有，别问了，赶紧吃饭。孩子问为什么太阳不见了，你说太阳下山了，快去睡觉。你嫌烦，你嫌吵，你嫌他问题太多，你用一个又一个的不耐烦，把他心里的那团火一点一点浇灭了。后来才发现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实，那些长大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孩子，那些做什么都无所谓的年轻人，那些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成年人，他们的童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的好奇心被最亲近的人杀死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孩子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？不是聪明，不是听话，不是成绩好，是好奇心，是看到新鲜事物眼睛会发亮的那种劲头，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倔强，是不弄明白就不肯罢休的那种执着。这些东西才是他将来能成事的根基。一个有好奇心的孩子会自己去翻书，会自己去观察，会自己去思考。他不需要你逼着学习，因为他自己就想知道答案。他不需要你催着努力，因为他自己就有动力。好奇心就是孩子内心自带的发动机，你只要不把它弄坏，他就能带着孩子跑一辈子。但太多家长在做一件事，亲手拆掉孩子的发动机。孩子问一个幼稚的问题，你嘲笑他；孩子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你否定他；孩子还没说完他想说的话，你打断他。你不知道，你每打断一次，发动机就熄火一点。等到孩子再也不问你为什么的那一天，发动机就彻底报废了。你知道吗？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跟你说话的？不是青春期，比那早得多。从你第一次不耐烦地打断他开始，从你第一次用作业和考试堵住他的嘴开始。他心里有一条线，你越过了这条线，他就把门关上了。你以为他青春期叛逆是不跟你说话，错了，他不跟你说话是因为他试过了，每一次开口都被堵回来，每一次表达都被无视，每一次分享都被打断。他学聪明了，他知道了，跟你说没用，你不听，你不懂，你不在意。于是他闭嘴了，把心里话全都咽回去了。然后你又反过来怪他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？
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？你怎么心里有事都不告诉爸妈？你忘了，是你教会了他闭嘴，是你用一次又一次的不耐烦，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。经书里有句话，菩萨所在，令众生心生欢喜。一个好的家长就是孩子的菩萨。你说的话、做的事、态度、表情，应该让孩子感到欢喜，感到安全，感到被接纳。孩子跑过来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是放下手机认真听，还是头都不抬说等一下？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他一辈子跟你的关系。真实的生活里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。孩子在商场里看到一只蝴蝶，兴奋地喊妈妈快看。妈妈说别喊了，丢人不丢人。孩子在学校里得了一朵小红花，拿给爸爸看。爸爸说一朵小红花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你看看人家谁得了3朵。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想回家跟妈妈说。妈妈说多大点事至于吗？比你惨的人多了。这些话每一句都是刀子，你不觉得，但孩子觉得。他的兴奋被你泼了冷水，他的骄傲被你贬得一文不值，他的委屈被你轻描淡写地抹去。1次2次10次8次100次200次，他的热情就这样被消耗光了，他的分享欲就这样被磨没了。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的人。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，长大以后很可能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因果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，他不会去探索，不会去学习，不会去突破，他只会被动地等着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。好奇心是一个人生命力的外在表现。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，说明他的生命力旺盛。他渴望了解这个世界，渴望跟这个世界发生联系，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。你打断他，敷衍他，否定他，就是在掐断他的生命力。一个生命力被掐断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热爱生活？他连生活的都不热爱，他怎么可能过好这一生？你看看那些在各个领域做出成绩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从小充满好奇心？爱迪生小时候问老师2+2为什么等于4，老师说他是个糊涂虫。他妈妈没有骂他，而是把他带回家自己教。后来他成了发明大王。牛顿看到苹果落地，问为什么不是往天上飞？他的好奇心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。这些人跟别人有什么不同？他们只是没有被杀死好奇心的人而已。他们的父母或者老师在他们问为什么的时候，没有说别问了，而是说我们一起找答案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别，决定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你现在每一次耐心的倾听，都是在给孩子的人生银行里存钱。你存的不是知识，不是技能，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热爱。这笔钱，他将来会连本带利的取出来。他会在学习上取出来，会在工作上取出来，会在做人做事上取出来。他会变成一个眼里有光的人，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，一个不甘平庸的人。反过来，你每一次不耐烦的打断，都是在从那个银行里取钱。你取的不是利息，是本金。你把这笔本金取光了，孩子的人生银行就空了。他变成一个对什么都没兴趣的人，一个觉得什么都没意思的人，一个活着跟死了没区别的人。到时候你给他多少钱，给他多少资源，都补不回来了。佛经有云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孩子的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白纸。你说什么，他信什么。你怎么对他，他就怎么对世界。你耐心听他说话，他就学会耐心听别人说话。你尊重他的好奇心，他就学会尊重别人的不同。你给他的每一份耐心，都会变成他对他人的温柔。你知道最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吗？是那些家长把孩子的好奇心杀死之后，又跑来问专家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不爱学习？为什么我的孩子整天打游戏？为什么我的孩子对什么都提不起劲？你说呢？你亲手关上的那扇门，你让他怎么进？讲到这里，卢叔想把今天的话总结成4个字。这4个字你如果能做到，
你的孩子差不了。第一个字，停。孩子跑过来跟你说话的时候，停下来你手里正在做的事，放下手机，放下碗筷，放下遥控器，哪怕只停10秒钟，孩子的感受完全不同。他感受到的是，我的话很重要，妈妈愿意听我说。这种感觉比10000句我爱你都管用。第二个字，蹲。蹲下来跟孩子平视，不要站着居高临下的看他，不要一边忙一边敷衍他。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让他知道你在这里，你在认真听。这个动作本身就告诉孩子，你跟我是平等的，你的话值得我认真对待。第三个字，听。耐心听他把话说完，不管他的话多幼稚，多啰嗦，多不可思议，不要打断，不要纠正，不要评价，让他把心里的话全部道出来。你会发现，孩子说的话里藏着他的困惑，他的喜悦，他的恐惧，他的期待。你不听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第4个字，应。听完以后给他一个回应，不是敷衍的说知道了，是认真的回应。他问的问题你不知道，就说爸爸也不知道，我们一起查。他讲的事情你觉得无聊，就说谢谢你告诉妈妈这件事。他的想法你不认同，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停、蹲、听、应。这4个字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，但只要你做到了，你的孩子就会不一样。他会变成一个眼里有光的人，一个心里有火的人，一个对世界充满热情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你不用担心他的将来。孩子的嘴闭上了，心里的门就关上了。你不听他说完，他就再也不说。你嫌他烦的那一天，就是你失去他的那一天。好奇心是孩子心里的火，别用不耐烦去浇灭它。耐心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比任何玩具都珍贵。佛经有云，善护念，护善念。保护好孩子心里的那颗好奇的种子，就是在保护他未来所有可能。你今天愿意蹲下来听他说3分钟，他将来愿意陪你聊一辈子。你今天不耐烦地把他推开，他将来也会不耐烦地把你推开。种什么因，给什么果，一点都不差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你今天有没有认真听孩子说话？或者你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打断过的经历？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